随着三星发表全新折叠机 Galaxy Z Fold 6还有 Z Flip 6之后，大家开始把目光转向2025年即将推出的 S 系列手机上。以这几年的规律来说，将会在明年1月举行 Unpacked 活动，而所推出的产品将会是 Galaxy S25系列。当然，这些都是在预料之中的，但根据传言，Note 系列有可能会重出江湖啊！这点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很期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Samsung Galaxy S25系列的4大传言，看看哪一个是你最期待的，哪一点又是让你最失望的。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Samsung Galaxy S 系列手机可说是三星年度最重要的机型，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越来越重要的折叠机系列。但呢，基本上 S 系列所展示的新功能，就等同于定调了年度的走向。不过我认为，以2024年三星的走法，在2025年势必更努力在 Galaxy AI 上的发展。毕竟 Apple 在 iPhone 16上所加入的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性上，似乎比起 Galaxy AI 要完整一些。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明年即将推出的 Galaxy S25系列到底有哪些厉害的地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Samsung 的 Galaxy Note 系列手机，它曾经是台湾卖的最好的大萤幕手机，不过就在2020年推出 Note 20之后画下了句点，而好用的 S Pen 就继续在 S 系列的 Ultra 款式上留下来。不过喜欢 Note 的朋友在2025年可能有机会再次看到这个名字，虽然我觉得可信度有点低啦，但对于像我一样这个 Note 爱好者来说，我选择相信哦。这个传言表示啊 ，Galaxy S25 Ultra 可能会正名为 S25 Note， 也就是说，它不会以独立系列来去推出产品，而是当成系列产品中的一个型号。其实这个名字改成这样啊，我觉得蛮合理的啊，毕竟有着 S Pen 还有大萤幕的 Ultra， 本来就是 Note 转过来的嘛，其实也是拿回名字而已。但会改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萤幕部分会比以往的 Ultra 系列更大。原先 S20 Ultra 采用 6.79 寸的萤幕，我觉得已经够大了哦。但 S25 Note 更大，萤幕直接攻上 6.86 寸。好，大家一定觉得这么大的手机我要怎么拿？S20 Ultra 高达 79mm 的机身宽度，应该已经是手持的极限了吧？这点的确没错，三星当然也想到了，所以传闻中的 S25 Note 宽度居然只有 77.6mm， 也就是说，预计下一代的手机萤幕边框将大幅的缩小，让机身变窄的同时，萤幕还能变大，而且与 S20 Ultra 一样维持平面萤幕。那萤幕会不会因此而变长一些些呢？我觉得可能会啦。不过这对于 Note 爱好者来讲，更大的平面萤幕绝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三星 Galaxy S 系列的相机规格跟拍照功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之一，也是三星系列产品中拍照必须要最好的一个系列哦。到底这次 S25 Ultra 会不会有大幅提升呢？毕竟中国的品牌在相机部分，像是 vivo X100 Ultra、OPPO Find X7 Ultra， 还有小米14 Ultra 所搭载的镜头规格都已经超越三星非常多了哦。那传闻中的 S25 Ultra 镜头呢，同样采用2颗望远镜头的4镜头配置，一样采用支援 OIS 的2亿像素主镜头，但在超广角镜头还有3倍望远镜头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原本 S20 Ultra 的超广角镜头是1200万像素 ，S25 Note 或是 S25 Ultra 提升到50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而原先采用1000万像素的3倍望远镜头，这次也提升到5000万像素。至于5倍望远镜头呢，则是维持不变，同样采用50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也就是有3颗5000万像素，1颗2亿像素哦。看到原本一直维持在比较低像素的超广角还有3倍望远镜头有所提升，其实是非常有感哦。毕竟在 S20 Ultra 上面这2颗镜头的表现可说是差强人意而且感光元件的面积也相对比较小。不过目前还不确定4颗镜头采用哪些型号的感光元件，这就要等后续再追踪不过大家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中国品牌手机都可以做到塞进超大感光元件，甚至 vivo X100 Ultra 还把三星的2亿像素感光元件放入望远镜头，为什么三星不自己这么做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三星的策略啊，就是在维持机身纤薄，还有镜头模组不要太过突出的底下哦，尽量提高相机规格，其他不足的就靠演算法或是 AI 来解决。三星 Galaxy S 系列以往都会采用双处理器的版本，也就是高通的 Snapdragon 还有三星自家的 Exynos， 分别在不同的市场推出。但据说在 S25 系列上只会采用高通的处理器，也就是高通 Snapdragon 8 Gen 4 for Galaxy 处理器。这款基于台积电3奈米制成的处理器，配备2颗10脉达到4 GHz 的高效能核心，以及6颗10脉为2.8 GHz 的节能核心。根据外流的测试数据这次的处理器在单核效能上提升了 35%， 多核效能提升了 30%。此外Adreno 830 GPU 的加入，使得该机型在游戏跟图形的处理上有极高的表现，同时支援 AI 驱动的画面生成技术，让游戏画面会更顺畅。为什么这一次三星会全部压注在高通呢？我认为原因有2个，第一个就是高通在这几年跟三星紧密合作，也有专门为三星推出的特定版本，也就是 For Galaxy 的版本处理器这个处理器会强化三星所要求的功能，所以三星没有必要为了强化特定功能而硬要使用市场上评价并不高的 Exynos 处理器。另外就是在 Apple 跟中国品牌的夹击底下，必须要强化 AI 功能跟效能，而高通的应用应该就是非常好的选择，而高通还会帮三星客制化内容，所以更没有必要采用 Exynos。三星自 Note 7的电池意外之后，对于电池还有充电策略就是以安全至上。接下来 S25 Ultra 系列也不例外一样很保守的采用5000毫安时的电池电量，还有45瓦的快充功能。虽然规格我觉得有点让人失望啦，但我认为三星并没有牺牲掉续航力，因为接下来三星的 AMOLED 的技术可能会采用 Micro Lens Technology 微透镜技术。这之前在 iPhone 16那一集有聊到这个技术原理就是以微小的透镜来控制光线的方向并聚焦，它可以有效的减少光的损失比起单纯使用偏光片进行过滤来造成亮度降低新的技术除了可以提升整体的显示品质以外，还能达到省电的效果。整体来说，这4个传言中最让我期待的当然就是 Note 7号再次出现，还有更大的平面萤幕。对于 Note 爱好者来讲，不止在情怀上有加分而且更能帮助习惯使用 S Pen 的朋友有着更好操作跟书写的体验那最让我失望的当然还是电池跟充电效能我当然可以理解三星的明白不过多一点点充电功率，多一点点电池容量，都可以让使用者在心理上得到些微的满足希望明年1月推出时候，这个传闻是一定会希望会被打破啦以上就是三星 Galaxy S25 Ultra 或者是说 S25 Note 的相关传闻。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可以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 Play， 我们下次见拜拜。